掌门，这般事其实没什么好说的，我只是运道好了一些，一路颇多曲折。你能这般想也不错。咱们谁都决定不了自己的出身，根脚高也好，低也好，都是大道之上努力前行的生灵。根脚？李长寿心底疑惑加重，一旁的灵娥突然开口问：掌门，您刚才所说风言风语，具体是何事呢？季无忧面色顿时有些尴尬，低头咳了2声，叹道：长寿，是贫道在家师那里多言，说出了大法师有子嗣在咱们渡仙门修行，而后家师应当是不知在哪儿喝醉了，把大法师有子嗣之事对外说了出去。哎呀，现在各处传的已是不成样子。不过你放心，贫道绝对未曾提及你是大法师的子嗣。一旁的灵娥禁不住抬手扶额，李长寿瞪着眼儿，霎时间忘记了呼吸，坐在那儿看着面前这位空虚掌门，脑子里面像是进了100个文静道人一阵乱嗡。阳了吧，直接阳了呗，大法师的摇头赶造还把我给拉下水了。外面流传重伤大法师纯阳之名的谣言，出处竟然是渡恶真人。亏我一直觉得这是西方教搞出来的龌龊伎俩，我正想着抽空编一段西方童话给反击回去呢。一时之间，李长寿的心体翻江倒海，道心震颤莫名，他禁不住问道：掌门，您如何推算出来我会是大法师的子嗣呢？季无忧笑道：这点眼力贫道还是有的。李长寿仔细斟酌了一下，在怀中取出了一只玉符，递给掌门，低声道：掌门，请看此物，一切自有答案。掌门此前说的这些话，千万不要再对任何人提及，轻则引火烧身，重则会坏掉咱们人教的诸多算计。季无忧低头看去，不由精神一振，一瞬间像是明白了什么，目中竟然露出了几分骇然，道心机遇失控。这道韵，这字迹，玄都小法师。长寿，你……掌门勿怪。李长寿面露正色，此事切莫对外人提及。若是掌门信得过弟子，还请立下大道誓言，用以约束警示自身。言说之中，李长寿在袖中拿出了一只玉壶，推到了季无忧面前。李长寿道：此内的这枚9转金丹，算是请掌门封口不言的谢礼。季无忧猛然吸了一口凉气，这一瞬间突然就明白了前因后果，解释清楚了此前所不明之处。眼前这个小弟子远非大法师子嗣这般简单，玄都小法师莫非已是圣人弟子，只不过秘而不宣。是了，长寿怕不是人教某个原本并未出世的高人投胎转世重新修行，此间怕是有大算计在。今日我被牵扯其中，这大道誓言看似是约束我季无忧，实际上也是长寿在护我性命。唉，季无忧满是懊恼地叹了口气，怎的就……唉，罢了，贫道这就立誓，还请长寿勿怪，勿怪。掌门，祖师那边也请您尽量保密。若是渡恶祖师误会了……季无忧忙道：哎，莫要这般称呼，称真人就是。啊，好，真人那边若是误会了，便让真人误会着。您定要提醒真人，万不可再多提此事。善。天道之威来了又去，掌门驾云回了破天峰。李长寿长长的松了一口气，
身体陷在圈椅中，想吐槽，张嘴无言，只能抬手揉一揉眉头，人教粗话云云。怪不得掌门此前一直那么好说话，原来是那一夜就已经想歪了，还大法师的骨血。掌门平日里是不是躲在堕仙殿角落的小黑屋里面，一边咳血一边看那些狗血故事集？就听一声轻笑，两只有些冰冰凉凉的柔蹄摁在李长寿的肩上，轻轻地揉捏着。师兄，此事该如何处置？哪件事啊？便是有人疯传大法师谣言之事。没办法管。大法师的身份特殊，既是人教唯一弟子，又是圣人老爷之下有数的高手。有关大法师的这般话题，最能引起生灵的窥私之欲，哪怕是让人教六仙宗集体站出来辟谣，也只会被人说是欲盖弥彰。且最初传这般谣言者，或许会惧怕大法师追究，但此时这般说的人越来越多，这些人就越是肆无忌惮。灵娥顿时若有所思状，李长寿叹了一口气：唉，这般荒唐事最是让人费心力啊。师兄，那咱们便什么都不做吗？大法师生性洒脱，道境极其高深，又虚怀若谷，深得咱们太清圣人老爷真传，更是为兄一直学习追赶的榜样。李长寿相当正色道：想来大法师也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就大动肝火，这件事过上几个月自会无事。灵娥刚要答话，却听门外传来一声轻笑，空气中荡起轻轻波痕，一道不算伟岸的身影迈步而出。你这家伙最近灵觉越发敏锐了，何时知道我在此地？这般说的天花乱坠，我都差点信以为真了。这就是传说中的玄都大法师？灵娥用仙识朝着前方探查，却空无一物，仿佛这道能用肉眼看到的身影并不存在。单单只是这一点奇特之处，就远非自家掌门可比。李长寿传声道：别发愣，过来做道医了。灵娥连忙向前，跟在师兄身后，像模像样的对着来人做了一个道医。李长寿又道：大法师，此事果然惊动您了，弟子尚未来得及处置，还请大法师恕罪。灵娥眨眨眼，站在一旁不敢说话，偷偷观察。师兄性子变了，怎么突然包揽责任？这不像师兄的风格。灵娥再看这位玄都大法师，又觉得玄都大法师有一种自成的气度，初一眼觉得平平无奇，再回味心底却不留半分痕迹。若仔细盯着玄都大法师看上几眼，又觉得他模样还算是中正，总归切，英俊程度是不如我家师兄兄的。大法师坐去了李长寿刚才的座椅，坐姿放松，笑容恬淡。这些谣言不过小事罢了。大法师微微一笑：如风而过，何必入耳？上古时还有不少生灵说我是老师的子嗣，众生多昧，何必与之争论？我自逍遥自在，何惧闲言碎语相污？啊，还是您豁达。一旁灵娥却是明白了一点什么，还以为师兄转了性，没想到是这位高人的性子被师兄解析透了。大法师笑道：灵娥也到了天仙境，悟性倒是不错啊，还是多亏了大法师您的提点。师妹，你闭关飞升的时候，大法师曾出手助你，还不快快谢过大法师？是。灵娥盈盈见礼：弟子多谢大法师指点。善。大法师含笑点头。李长寿道：灵娥，你快去做几样拿手的小菜，大法师难得来一趟，也让大法师尝尝你的手艺。哎。灵娥答应一声，低头快步离开。大法师对李长寿挑挑眉，目中带着几分促狭，笑道：你这3星拱月的姻缘
不如都喊过来瞧瞧。哎呀，大法师，弟子一心修行。桃花林中云霄师妹之事，我可是听说过了。这个，李长寿正色道：“云霄仙子之事，弟子也是想问大法师一句，您做了点什么？”大法师手一摊：“只是请他用混元金斗助你渡劫，给他一幅你的画像，并未多做其他事。”那怎么会？李长寿的眉心顿时皱成了川字。大法师摆摆手：“莫要多想了，姻缘这种事，月老都是说不清的。你做事沉稳，面容英俊，得云霄师妹欣赏，岂非情理之中？自古而今，俊才虽多，但像你这般稳重的，当真不多。或许云霄师妹便是被你这点吸引了吧。加把劲，努力，这件事上我会全力助你，争取你成为大神通者之日，咱们人教能多2位大神通者。”哎呦我去，转话题，再这么继续说下去，说不定大法师能把老君给拉出来。大法师可是被西海给惊动了。不错。玄都大法师略微皱眉，示意李长寿坐下，言道：“如今龙族刚归天庭，若龙族遭重创，天庭自是会为之牵连，不可不防。你准备的如何了？”啊，此前只有6、7成把握，大法师您亲自来，把握已经到了9成。哦，详细说说。此时西海龙宫看似是漩涡中心，其实不然。西海龙宫被渗透的太过严重，西海海眼的位置已经完全在西方教的掌握之中。根据弟子这一段时间的观察，西方教有意以海眼相迫，敲龙宫一笔竹杠，要将西海龙族实际上纳入灵山治下。大法师缓缓点头，又道：“按理说，天庭与西方博弈，能得龙族，10之7、8已算圆满。但若放任西海龙宫不管，与那西方又有何异呢？”大法师教训的是，故从大义上讲，龙族此时已是天庭的属臣。此前弟子与玉帝陛下禀告过，陛下之意是倾天庭之力，也要护住龙族元气不损，以此彰显天庭之恩。且东海、南海、北海龙王已经是联络过，龙族也会全力以赴应对西方发难。半个月前，也有西方教之人到过弟子海神庙中。哦，他们说了什么？李长寿嘴角一撇，小声嘀咕：“西方此时已是无赖面孔，仗着一教2圣，直接对弟子说，他们谋划龙族久矣，总不能血本无归，还说什么这次让一步，今后好相见。”这些家伙行事还如上古时那般，丝毫没有长进啊！我此次来，便是助龙族熬过此劫。咱们人教一力伏龙上天，此刻自不能坐视不管。长寿，可需要我也去西海海眼处？啊，大法师，您又考弟子了。西方有可能会指东打西，故布疑阵。弟子已是建议四海龙宫收缩兵力，各处都不可掉以轻心。且根据此时情形来看，最可能出问题的反而是北海。说直白一些，若西海海眼出事，去填海眼者自是西海之龙，那岂不是损了他们自身实力？大法师不由眯眼轻笑。不错，确实应有这般考量。长寿，你做了何种布置？弟子并未做太多，也只是给龙族提了一点点建议。龙族自远古而来，也非一羽之辈，其实不必弟子去指手画脚的。大法师轻轻嗅了一下，不由眼前一亮。你师妹的厨艺倒是不错，比你烤鱼的本领强多了。李长寿含笑点头，自然不会说我教的这种话。显摆者必被摁。他又道：龙族之事，弟子稍后给您详细禀告。说完龙族之事，弟子还有2件小事想请您出手。你这点点建议，莫非是要说上3天3夜？半天足矣。大法师满头的黑线
还真就是一点点建议啊。大法师对这般谣言只是一笑置之的态度，让李长寿打心眼里对大法师又多了几分敬佩。只能说这个男人不愧道门大师兄之名，像这般人物，心胸心性早已经不能以常人思量，有己及人。若是有人这般造谣他李长寿，他必会暗戳戳地生点小气。小琼峰上今日来了贵客，李长寿却也不敢贸然让师父师叔过来拜见。灵娥做了几样拿手的小菜，李长寿拿出了自己酿造的美酒。大法师问起龙族之事，也算找好话题。大小法师对饮对酌，便是一餐欢宴。灵娥在一旁斟酒添菜，话不入耳，隔在心外。灵娥心底正有些开心，她能够明显感觉到自己渡劫且飞升过后，师兄对她的态度明显有了转变。最起码师兄不再将她当成是没有长大的孩童。今日掌门大法师现身，师兄也都有意让他在旁边听着。虽然觉得师兄有可能是在培养一个以后能干更多活的法宝人，但他不争气的心底总归是美滋滋的，步子越发轻盈盈。而当灵娥听到李长寿说起这般话语，西方这两位圣人老爷虽说不太可能直接出手，但是圣人之能，弟子不敢揣测，也必须做好这份考量。想让四海长安，龙族得宁，这一次必须要将西方打疼，让他们觉得敲诈龙族所得与自身损失完全不称，他们今后出手自会多一些考量。圣人，师兄这麻烦的性格用在男女之情以外的事上，好像也蛮厉害的。